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段话都会觉得像一首古老的劝世诗，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鸡汤，那你就错过了它真正厉害的地方了。它其实是一套道家看人的方法，也是一面照见自己的镜子。今天就慢慢把这剂子拆开，你会发现它讲的不是神仙法术，而是一个人为什么会越来越累，越来越急，越来越失去自己。这段原文是这样说的：女女男男灼灼清，还从本末觅真情。有为跃动无为静，得本延年失本清。及早回头修至善，趁时气在学长生。任君积下千金产，一旦无常空受刑。我先给你讲一个真实感很强的场景。前几年我认识一个做生意的人，40多岁，公司不大，但一年也能赚不少钱。按理说这样的人应该很轻松，可是他每天都像在打仗，手机24小时不关机，饭吃到一半要接电话，晚上睡觉前还在刷客户消息。最夸张的一次，他凌晨2点给我发语音，说自己突然心慌，怀疑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。后来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身体问题不算严重，主要是长期焦虑，睡眠紊乱，神经呢一直处于是高度紧张的状态。他苦笑着说了一句话：我明明是想把日子过好，怎么越努力越不像自己了。这句话其实就是这首句子要回答的问题。第一句，女女男男灼灼清，还从本末觅真情。很多人一看到女女男男就以为是在讲男女关系，其实不是的哈。在道家和易经里，女代表阴，男代表阳，阴阳本来就是平衡的，可人一旦进入后天世界，就会被欲望、情绪、名利搅乱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？小时候的我们很容易快乐，一个玩具、一场雨、一顿好吃的饭就能开心一整天。可长大以后，快乐越来越贵，工资涨了，烦恼也涨了，房子买了，压力也来了。别人夸你成功，你却常常在深夜怀疑自己到底在忙什么。道家把这种状态叫做由清如浊，原本清澈的心被外面的东西一点点染浑了，所以后面才说还从本末觅真情。什么意思呢？不是说让你回农村种地哈，也不是让你放弃工作，而是让你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现在拼命追求的东西真的是我内心想要的吗？很多人最害怕的不是失败，而是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活成了别人期待的样子。接下来这句话更像一把刀子：有为跃动无为静。现代人最大的病叫停不下来，早上睁开眼看手机，吃饭看手机，走路听信息，睡前呢刷短视频。身体是在做着，心却一刻没有停过。道家说这叫动，注意这里的动不是运动，而是心神外驰。你越想控制一切，越容易被一切控制。有一次我在山里骑摩托，路过一条几乎没有车的乡村公路，两边都是山谷，中间只有风声和发动机的声音。那一刻我突然明白，为什么古人喜欢隐居，不是因为他们不懂人间，而是因为他们太懂了。人一旦长期被信息包围，就会失去感受自己的能力。真正的无为不是躺平，而是内心不再被外界牵着走。就像一滩水，风来了会起波纹，风停了水自然会平静。你不需要拼命按住水面，只需要让风慢慢停下来。然后是全篇最关键的一句：得本延年失本清。什么叫本？道家认为一个人真正的本钱不是存款，不是房产，不是人脉，而是精气神。你去观察那些状态很好的人，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：眼神是亮的，气息是稳的，说话不急不躁。而有些人虽然年纪不大，却已经透着一种被掏空的感觉。为什么？因为一直在失本，熬夜、焦虑、愤怒、过度消耗自己，都会一点点把元气磨掉。我那个做生意的朋友后来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，每天晚上10点以后不再回消息。刚开始他特别不适应，总觉得会错过机会。结果3个月后他跟我说：
奇怪呀，生意没少，睡眠好了，人反而更清醒了。这就是得本，有些时候少做一点，反而能保住真正重要的东西。后面2句像一位老人坐在前面慢慢劝你，及早回头修至善，趁时气在学长生。为什么要及早？因为很多东西是有时间窗口的。年轻是透支身体，总觉得以后还能补；中年是透支情绪，总觉得哎呀，再熬几年就好了。可道家提醒你，阳气一旦衰下去，很多东西不是想恢复就能恢复的。这里的长生也别理解成神话里的长生不老哈，它更像是一种生命状态，身体有力，心里有光，对世界还有兴趣，对人还有善意。真正的长生不是活得无限长，而是活的时候不像一具被生活推着走的躯壳。最后一句是整首诗最有力量的收尾，任君积下千金铲，一旦无常空手行。我曾经在医院见过一个场景，一位老人躺在病床上，家属围在旁边讨论房产该怎么分，存款怎么处理。老人想说话，却已经说不清楚了。那一刻你会突然意识到，我们拼命攒下的一切，最后都只能留在人间。真正能陪你走到最后的只有2样东西，一个是你这一生有没有亏待自己的良心，另一个是你有没有真正活过。所以这首偈子讲到最后，其实只剩一句话，人生最可怕的不是贫穷，不是失败，而是在追逐一切的过程中把自己的本丢了。如果你听到这里，我想请你在评论区留一句话，你最近最想找回的本是什么？是健康吗？是睡眠吗？是平静吗？还是那个很多年没有真正笑过的自己？也许从你愿意认真回答这个问题开始，真正的回头就已经发生了。